梅司使今天是怎么了呀？光这半天的功夫，就已经走神10几次了，还眉目含笑的，不会是又要升职了吧？你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，就在这儿数梅司使走神了几次，笑了几回。哎呀，这不是太过新鲜了吗？从没见过他这样。不过确实有点新鲜。但按理说也不应该啊。这眼下长安都在传，说是梅司使和那位裴家郎君在国公府争风吃醋，惹了清河县主不悦，把他俩呀都赶出来了。我还以为他今日当值，肯定会哭丧着脸呢。你们说谁哭丧着脸？哎，当然是梅司使。梅司使，我们绝不是说你，绝不是说你。那你们说谁？说金无畏的黄佐领。他为何哭丧着脸？方才金无畏那边又丢过来个案子，说是黄佐领忙着要给清河县主介绍郎君相看，没空处理，所以就又推到了我们这边。今日皇后宣你是为了裴季雅一事，表哥突兀离开，自然要有个说法。还好你拒绝的郎君多，他们伤心离开也是顺理成章。五儿，你又拒绝了哪个郎君？今日休沐啊！今日不忙。看，我给你带来了谁？这是我兄弟宋瑶，刚从益州边境回来，骑射了得，绝不会输给你。宋瑶，见过清河县主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刚轰走2个小郎君吗？黄佐领非要上赶着给你找乐子，我想着老大不如见见。再说，这小郎君还不错，说不定是良缘。五儿，来，坐坐。过往我1年给你介绍8个，没有1个合你的意。这回总算找到一个配得上你的男子，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我知道，你最喜欢这种勇武有力的郎君。我已经帮你观察了许久。皇兄说笑了，其实是我久闻县主大名，仰慕已久。仰慕我什么？无需紧张，逗你的，不用回答。哦。梅司使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金无畏推了一个案子给玄剑司，我仔细看了看，发觉该案应属于金无畏的辖管范围内。我今日来了个朋友，那些公文就想着劳烦玄剑司和梅司使帮个忙。听闻黄佐领有朋自益州来，想来便是这位郎君了。在下宋瑶。玄剑司梅主语。梅司使，我宋兄虽在益州军中，但这些年颇受益州刺史赏识，前途无量。我想着与武二甚是相配。原来如此，的确相配。多谢梅司使。既然宋郎君在益州多年，又备受重视，想来对益州之事也十分清楚。自然，我对益州了如指掌。梅郎君如果想去益州游玩的话，有问题大可问我。游玩倒不必，只是有些事想请教宋郎君。听闻益州北边大旱多日，
不知如今可有缓解？许是有吧。益州塔山盗匪猖狂多年，想来也已经解决了。应该差不多了。益州克县利益频发，可找到了源头？找到了吧？那沱江水患，其实这些并不归我管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啊，是我唐突了。这些是自我上任以来，金吾卫移交玄剑司的案子，我又重新翻了翻。虽说都已做了处理，但还是希望黄佐领能够复查一遍，在其位谋其政。想来黄佐领不会拒绝他。是。这用错了心，便如射错了靶。听闻宋郎君是个精通骑射的高手，想来不会犯这种错的，对吧？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一点。1年8个，勇武有力。黄奕干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我知道，今后他不会再给你介绍郎君了。明日之后，金吾卫会忙得很。不是说他们俩分道扬镳了吗？传言不可信啊！所以，刚才那个梅思史是……你还问什么梅思史啊？沱江水患你都不知道？哎，这梅郎君神情冷漠，目光刺人，跟刀子似的，扎得我浑身不自在。还有那眼神凶的好像……凶的好像我抢了他女人似的。这梅小郎君以后对我的意见岂不是大了去了？所以你以后要注意一点。如果那梅郎君真的打你，想必我二娘子是不会帮你的。都说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裳。这我二有了家室，就这么对待兄弟的？给黄总领一个忠告，以后宣扬给我二娘子找夫君的时候，记得要看一看那个眼神凶恶的梅郎君在不在身旁。他们俩真的在一起了？你都念叨半天了，能不能安静会儿？可是我真的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便忍着。人来了。姐夫，四哥，我记得我是你堂弟啊。是，我也想起来了。过来，小朱云。凡人可真无聊，只不过是一场夜市，卖些普通的小玩意儿。
就说是什么有情人必来约会之地。本来听说你跟裴家表哥被赶出国公府，我还想着安慰你一下，可没想到是我想差了。小朱宇，真给梅家长脸啊！别闹了，四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看出来了。我本以为你会反对，我经历过，自是知道男女之情是多么令人欢喜。可我也得提醒你，这世上坠入爱河的男女众多，可是能相伴到老的夫妻却是甚少。小萌，我只愿你别跟我一样，落得一场空欢喜。我原本觉得你跟甄姐不配，可现在我是真盼望你们俩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我情况如出一辙呀，我自然将心比心。哎呀，不过你四哥我终究是四哥，比你走得快，走得远啊。我眼下喜欢他，就不想总去担心以后的事情。纵使有一日相看两生厌，我也能接受。日子很长，一生又不只是为了一个郎君。你既心里什么都清楚，我也不必再阻拦。正如你所说，作为妖的一生很长，可是做人却只有这么一次。来了人世间走这一遭，想做什么便去做吧。多谢。只不过，你日后若是为情所伤，可别来找我哭啊。知道了。你看，哇，厉害！他口中含有松香，吐气时松香碰到火把，自可是火焰升腾，并非绝气。郎君，认真严谨、博学多识是好事，但有时候不必这么博学。是我多嘴了。下雪了。今日怎么会下雪呢？不喜欢下雪。衢州从不下雪。今年早寒，这雪下的也早。怎么了？记得年幼时，每初雪之日，我娘都会煮上3颗鸡蛋，一人1颗，说是这样，便会福寿圆满，岁岁安宁。一晃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老板，结账。周宇，猜猜娘手里拿的是什么？鸡蛋。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娘说了，每年第1场雪都会给我煮鸡蛋。想吃哪个，自己挑一个。这个，大的给爹吃。去吧，真乖。爹，鸡蛋。
我去买个东西。我去找一下小猫。哦，我等你啊，柳娘子。哎，小周瑜，甄姐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是有事儿？有。你醒了。你吃错药了，撸我做什么？你喜欢上了那梅竹雨，想来是假的吧？真的啊，我是喜欢。小珍难道忘了？你是妖？那又如何？我是妖，可我也是人呢。有朋友，有家人，自然也应当有爱人。那你便需要那么多人，你有我们还不够。阿叔，我们自然会长久相伴，可我与他们的缘分不过几十载，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我也想体验一番凡人的生活。你真是不一样了，怪不得玉门长老都败于你手下。你长本事了，也自有主意，不再是那个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的小毛公了。是啊，我长大了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你究竟何时喜欢了他？难道是双生珍种，他愿意为你而死，你便喜欢上他了？这不一样。我喜欢他，应该比这要早。或许是在他说女子圆满不在姻缘的时候，又或许是我再离经叛道，他都能理解我、包容我、陪我胡闹的时候。可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。小周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甄姐和柳娘子呢？走了。他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在我心里，他与别人不一样。他很好，
阿树，在妖世，我是半妖之身的怪物；在人界，我又是行尸出阁的纨绔。这18年来，我看似兼顾两界，可在哪边都受人知毁。只有在他那儿，我是武真，无需解释，更无需改变。在他那儿，我觉得心中安定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从未让你感到安定？我们为彼此付出，因为我们是同伴，是挚友。但他不一样，他是真的认可我，喜欢我。可我也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远比他要喜欢你。18年前我技艺全无，没有来路，更没有去处。这18年来，我只为你而活。小珍，你说过我是你的人，那你可不可以也不要有别人？我不知道。那你现下知道了，知道我为何心心念念帮你成为全妖，知道我为何不顾一切只为你好，知道为何只有你可以随便出入我这里，为何你的愿望会成为我的信仰。你眼下都知道了，你还要选他吗？小珍，你会相伴18载，与他不过区区数月，你还要选他吗？我一直当你是最好的朋友。朋友？你走吧。阿树，走啊！小朱鱼，你别太着急，珍姐她不会有事的，她不能有事。小朱鱼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朱鱼，找什么呢？柳娘子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去哪了？怎么了？18年前那晚，也想着去。绿灯看破了夜幕在何处？我以为，几双眼明灭之中遗忘。我以为你也不讲。是我不好，不该离开的。脚步声从未停住。是人非同类做殊途，骗我于太过多事的救赎。你没有不好，你很好。一个结构来禁锢，来了悟，到最后谁先臣服？鸳鸯天台星河，赶赴福寿圆满，岁岁安宁。血肉可将魑魅一一斩落，正应当岁月野火，可算是配的我？定会是清澈还是浊？你我伴着笙歌，做字也不归客，与所用生应汇聚成烟火。春雨冬的此刻，游荡三千灯火。
见过陛下，皇后娘娘。梅小郎君，你不用跪了。阿姐你太偏心了吧？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哎，快起来吧。你呀，也不要怪你阿姐，想来她也是为你高兴嘛。听说你俩好事将近呢。听闻你俩情投意合，这可是真的？明庄又给你报信了。满城流言纷纷，都这样了，我还需要大材小用，让明庄来说一嘴？皇后娘娘，这不是流言。梅郎君好似有点不一样喽。啊，大概是因为在遇到五娘子之后，明白了一些事。你看看，现在他二人就是密不可分呐。不如这样吧，朕和皇后立刻就下旨赐婚于你俩，可好啊？赐婚？啊？梅郎君之前跟父亲说过，未曾想要婚娶，如今可还是这个想法？成婚这种事情，哪有你们这样强行按头的？陛下，娘娘，如今我想娶她。什么时候五娘子愿意与我成婚，我便什么时候娶她。你想清楚了？想得十分清楚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五娘子，何事啊？我自小在衢州长大，受师父教养之恩。现如今他虽已身故，但我还想回去与他说一声。你想回衢州？衢州路远，我想今日就出发。今日？这么着急？早点去，便早点回来。给我10日，10日后我便回来。五娘子，我说过的话，必言而有信。知道了。风吹过眼里，透灵犀，风传来梦语，不忍听。越无情，就10天。越多情，越拥着雨，越加寻觅，寻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。10天，我一定回来。长夜沦陷在梦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
见过各位师兄。掌门，石师弟，双将已将你在玄剑司的见闻尽数告知于我们。此去长安，你不仅帮玄剑司破了谜案，捉了妖怪，更找到了妖氏所在，不负师门厚望，辛苦了。所以这长安之中还真有妖氏啊？确实如此，不过我也只是短暂进入，事后还未寻到进入妖氏的法子。唉，以你一人之力，已是不容易了。至少我们可以证明，曾经得到的消息都是真的。不过听闻如今长安议论纷纷，什么伏妖莫虎的，这妖氏真是作恶多端。看来我等下山之行，只怕是迫在眉睫了。掌门所言甚是，我们需尽快下山除恶。我正好准备了不少除妖阵。就是，绝不能让妖氏再作孽下去。那我们即刻下山除妖。对，各位，莫虎一事与妖氏无关，而是人祸。人祸？石师弟，这是什么话？人祸怎能引来妖啊？确实是人祸。石师弟此话何意啊？有人修了邪术，以墨妖化出众多小妖，以求私利。此事正好被我撞见。各位师兄下山与否，乃长西宫大事，我不便干涉。但莫虎一事，的确不是妖氏所为。邪术？长安既无妖乱，那还下山吗？那看来不急于一时，我正好再多准备一些阵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掌门觉得呢？是啊，铲除妖氏非一日之功，自然要慢慢筹谋嘛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先放一放。石师弟回宫，我另有一事，想要与大家商议。楚羽是师父最喜欢的弟子，天资聪慧，术法精深，如今更比我等了解妖氏。我想升任石师弟为首领总管，携我掌管长西宫。他也配？莫要胡言。掌门，我资历尚浅，还请掌门收回成命，另选他人。师弟，你心里有顾虑，我能理解。师兄，我已经……掌门，其实我此次回来，一是为了说明莫虎一事，二是自行领罚。领罚？领什么罚？我受师父多年教养之恩，日后长西宫若有任何需要，我定义不容辞。我也不会忘记自己多年来的使命，只是我于长安这些时日，倾心一人，动了情念，还请各位师兄成全，允我自逐出山，娶她为妻，相守100年。楚羽，你自小上山，便从未离开过长西宫。被长安繁华一时迷了眼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只要你肯改过，就此收心，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听到过。情之一念，发乎于心，如何改之？我既已钟情于人，今日若还违心认错，他日面临生死抉择，大师兄又如何相信我不会趋利避害？
不会为求生而弃大义于不顾。你在此跪了多日，竟然仍不悔改。既如此，我即便是身为掌门，也没办法再徇私护着你了。长息宫规，若弟子想脱离长息宫，皆须进入白夜阵，受白夜神鸟穿体之刑，此后便与长息宫再无瓜葛。多谢掌门。那石师弟真的能？咱们长息宫向来公正，如今小石自己承认了私情，坚持立功，谁能偏颇？可大师兄是，若是旁人心生此念，定会立即丢入白夜阵。大师兄还给他宽限了几日，逼他反省。但宫规毕竟是宫规啊。石师弟真要……你放心，白夜阵不会要他命，但受罪是免不了了。听闻白夜穿身痛苦至极，如千刀万剐，万蚁噬心。100年前也有一位弟子要自逐出宫，历经白夜阵后，多年伤痛不愈，最后承受不住，便自我了结了。这……明日石师弟只要踏入此阵，白夜神鸟自会前来，甚有灵性。吴师弟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了，都让你说完了。那咱们回去吧。好。猫公要嫁人了！猫公要嫁人了！你们知道吗？猫公要嫁人了！啊，谁呀？听说猫公还是要嫁给一个凡人。哎呀，这猫公都要嫁人了！哎呀，猫公都要嫁人了，你什么时候娶我呀？传闻猫公在人界被赐了婚，此事可是真的？我就奇了怪了，你们成日待在妖市，是从哪儿得知这么多人间的消息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反正听说了。猫公只答是真是假。是真的又如何？假的又如何？我猫公成婚，与你们何干？猫公嫁人自然与妖氏有关，从古至今，哪有猫公嫁与凡人之理？对啊，猫公嫁人实在是太过荒谬，断不可行。那诸位倒是说说，此举有何不妥？这妖律中有哪一句写了猫公不能成婚？这从妖氏开创之初，便从未有过呀。旁人未做之事，我便做不得了。大人，你自接任猫公以来，行事总与旁人相左，总欲开辟先河，但
岂能次次都有好结果？监门长老这话说的，倒像是对猫公积怨已久似的。是在下失言。既然诸位并无异议，此事大人，可我有异议。大人也不在乎吗？舒大人，我的决定我担着，错了我自己负责。我的命运不受他人禁锢。舒大人是不是应该摆正一下自己的立场？那成亲之后，关于妖事，诸位放心，妖事之事不可与凡人说，乃是规矩，一如既往。为人所经历的，我也愿意经历一次，体验一番。真儿，真儿，是你吗？真儿，听见了。不是我，这一大早您见鬼了？你也知道是一大早啊！这一大早你不好好睡觉，竟然在这儿看书，还看这种不……我正经的说啊。切身体会，人生在世就得多读书。哎，您叹什么气呀？这梅主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是回趟衢州，可是到现在怎么还不回来呢？啊？莫非他是在诓你啊？对你虚与委蛇？实则是不打算回来，就此跑了啊！虚与委蛇？就是你一贯用的伎俩嘛啊！我？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付那些求亲的郎君的啦？哎呀，成儿啊，不是爹爹对你没有信心呐，实则是，大师都云。作孽多了会遭报应，会遭雷劈呀！爹，您就不能盼我些好啊？他会回来的。他说的是10日之内回来，现在都12日了。是啊，都12日了。小师兄，小师兄，小师兄，都怪我，一直被关禁闭，这才被放出来。结果，一放出来便听到你的消息，我都快着急死了。听说你这几日光跪着都没吃东西，所以我偷了几个馒头，你快吃一点。不必。小师兄，
你当真要离宫吗？我既破了戒，便必须要做出选择。况且，他还在等着我。那时狐狸精有什么好的？他真的值得你牺牲这么多吗？他值得。他值得。我不明白。我曾经也不明白。我曾以为，此生之念不过是为了查清旧事，斩妖除魔。18年来，这个念想无时无刻不压在我的心头。除了这份执念，我见着世间，别无欢喜，也无期待。我曾以为我这一生都会如此度过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他时的场景吗？那日我重返长安，他策马奔腾的模样，却让我如何都忘不了。这大抵便是命中注定吧。小师兄，这些年来，我总觉得我们看似很近，却又不近；觉得你看似超然，又淡漠。我没想过你竟有这么重的心事。未见世事，怎敢说超然？我见着人间有他，便觉着这尘世真好。除了惦记过往，我终于对日后有了贪念，有了欲望。所以我想，他值得我这么做。我不能让我所爱之人一个人留在危险重重的长安。我要回去守着他，不能再让18年前的事再次重演。宫规有言，若长息宫弟子想要脱离宫门，须进百叶阵，经群鸟穿体之后，便可自行离开。
实是令进这白夜阵，不得带任何武器。这阵法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朱宇，你确定自己吃得消吗？只是皮肉之苦，算不得什么。大师兄，这也太多了！这些鸟，这我穿身而过，怎么可能啊？白夜阵一开，无人能干。好像结束了。神爷，白夜是神鸟，神鸟怎么会出错？如此诡异，定是上苍震怒。小师兄怎么昏过去了？小师兄，你醒醒啊！小师兄，我们不能再来第三次，小师兄受不住的。是啊，一次两次便罢，哪有第三次之说？就10天，秉心正念，万法皆佛。潮汐起来。
日怎么想到和我一同巡查？今日阿叔告假，你又要管如意楼，又要帮他看书寺，如此辛苦，我身为老大自然心疼了。家里太闹了，待不下去。国公爷还在担心梅郎君未归一事。你说他怎么还不回来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以梅郎君的本事，想来出不了什么事。可若是他自己不想及时回来，老大，你真的这般心平气定？不然呢？还能怎样？大哭大闹啊！看来咱们猫公真的伤心了。都这么多日了，那梅司使还没回来啊？依我看呐，这事儿不明摆着呢吗？定是这位郎君头昏了。哎呀，咱们都是过来人，这事儿咱们都清楚。就是，对吧？哎，那个赌房开始赌局了，就看梅郎君能不能回来成婚。咱们也去下个注。这没了男人，咱们赚笔银子，这样想也不亏的。老大，就丫头婚，来了个小娘子啊！来，这娘子，别犹豫啊！这梅家郎君10几日都不回来，那定然是不想娶。那指定是不想娶啊！压这个，压这个，压这个，肯定赚。怎么，娘子是希望这梅家郎君会回来？我是希望他早点回来，快点回来。不会回来的，肯定输了呀！肯定。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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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这也太……确实太骇人了。从前只是听闻，倒是第一次见这些神鸟。师哥，轻点。他竟然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便不再是长西宫的人了。多谢师兄们多年来的照顾，愿各位师兄平安喜乐，百岁无忧。朱允，经此重罚，不如在长西宫休息2日再走吧。不成，他既已不是长西宫之人，便不可留下有伤。不必了。我在长安与人还有约，着急回去，不必养伤了。也罢，不过在走之前，还有个为难的事。长西简得留下。是，这是师父留给你的，但是他老人家留给的是他长西宫的弟子，而不是一个为了世俗而抛弃师门的梅竹玉。是，长西简是长西宫之物，必得留下。我知道，长西简中藏有师父的心念，你舍不得，但这毕竟是长西宫的东西，你还是要顾全大局啊。大师兄，这不是在小师兄伤口上撒盐吗？我想离宫，自任其法，却不是要抛下长西宫的使命和天师之责，斩妖除魔，去邪归正，仍是我心中所念。
只是我有了在意之人要保护。是。朱宇，你放心吧，师父说过，大师兄修行勤勉，为人正直，想必对于长溪简而言，大师兄也最为合适。那便托付给掌门吧。另外，虽然你已自主出门，但终究还是来自长溪宫。临走之前，须先立誓，出了这扇大门，无论如何，不得提起我长溪宫只言片语。好，我立誓，绝不透露长溪宫之事，否则将永失所爱，不得善果。否则，永失所爱，不得善果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事情已结。走吧，我送他吧。不用了，霜降，回去吧。我送。万一他眼下又打不过你，放心，我只是赶他出去，不会要了他的命的。这马便送你，赶快回你的长安吧。二师兄所好除了练武就是马，如今怎会把心爱之马赠与我？自是希望你走得快一些，再也别回来。你我自小便不熟络，来夜阵时，为何出手相助？你为何来长溪宫，我不知道。而我来此，只为修行。修行之地，怎能生出误人性命的污糟之事？多谢。之前猫公还说想要玉珍坊最好的货，现下送上门都懒得选。我这些可都是时下最新成色最好的呀。这梅家郎君的确迟了太久了，看来小猫得马上去衢州走一趟了。今日喝得甚好啊！哎，正明儿，花娘子，真巧啊！啊，我可听说了。这梅思时跑了的事，要我说呀，你当初还真应该答应我。本侯可是一个怜香惜玉的。哎，听说这梅郎君逃婚了？嗨，这都半个月没见人了，不知可是怕了这清河县主啊？这么一比，还真不如选了这小侯爷啊！娘子，不若咱们再续前缘。好啊，小侯爷又想被提了。哎，谁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小侯爷，这是梅家郎君。没错，是玄剑寺的梅司使。各位，晚归长安是我的错。各位如何议论我都无妨，但是议论我二娘子，不行。你敢得罪我，你就不怕我？不怕。你若是不服，大可去告御状，去让世人分辨。我只知道，这世上断没有郎君护不住自家夫人的道理。自家夫人？嘿，
他们果然要成婚了，看来感情很好嘛。五娘子，路上遇到一些事，回来晚了。五娘子，哎，你疯了！我有话跟你说。走。郎君，你回来了。玉。文化，去买些东西。我都买完了，咱家什么都不缺。嗯。买，我去买，我多买点，绝不打扰你们。刚才着急，没伤到你吧？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你是不是在衢州有个相好的姑娘？什么？回趟衢州哪需要这么多天？你没准儿啊，在衢州有个相好的女子，需要回去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可人家不允，便不让你走。你这是在编话本吗？听着很合理啊，都串上了。我发誓，除你之外，再无其他女子。真的？嗯。那你为何才回来？估摸缩脚城，耽搁了几日。对不起。跟我来。这是你爹娘。我娘16岁那年出游落水，幸好被我爹所救。两人相识相爱，却不被家族认同。他们觉得我爹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罢了。这些我听小四多少讲过一些。后来我娘与我爹私奔，于是便有了这儿，又有了我。我们一家3口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，直到18年前，天火之乱，父母离世，梅家把我送到了衢州，却不想夏日食不果腹，冬日薄被寒凉。即便是后来有幸被师父收留，即便是见到了长安繁华，可我依然对于这世间的一切都没有了欲望。梅竹雨，我曾以为自己会永远在红尘之外，直到遇到了你，是你将我拉了进来。你是这般的好。我哪儿好啊？你是我见过最勇敢、最坚强、最与众不同的女子，甚至比我见过的很多郎君都要出众。我想我与你着实不算相配。
我性子冷淡，也不招人喜欢。可如今我既有幸与你相识，那就让爹娘为证，我是真心求娶，愿许以终身，白头偕老。无尘，你可愿意？看人间的烟火，花盛开凋落，旧日梦染心头。姐姐姐夫不都已经赐婚了吗？怎么还问啊？因为圣旨远没有你的意思重要。你孑然一身，六亲无靠，我呢，纨绔胡闹，胡作非为，你我皆如此出色，岂不是天生一对？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你可以继续潇洒恣意，无拘无束，不论常理，随心所欲，依然是自由的。只一点，或许你是想欢喜一日是一日，我不可以。是你先招惹我的，是你让我生了贪念，恋了红尘。即便有朝一日，你失去了兴致，烦了，厌了，无聊了，你都不可以把我抛下。否则如何？人生苦短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如果情节能重来，万物更改，用尽一生为你选择等待，看宿命冲破阴霾，爱轮回，怎能忘怀？当时间化作沧海，度过千载，记忆相伴，未曾离开，不退却的执着，淹没岁月尘埃。这是什么？吃的？是聘宴。好，好。猫公明日大婚，为何今夜会来此地？城中又有妖怪作怪，我来查查他的底细。那你只能是白跑一趟了。为何？你要找的妖怪，妖师书库并无记载。按此妖形式来看，应该是刚成妖不久。小珍，既要找数，
为何不直接来找我？想来舒大人近日忙于徽门事务，便没有打扰。你不是说这些书都是侦测孤本，不能暴殄天物？你为何？侦测孤本又如何？若你用不上，他们都如同废纸一张。阿树，我就要成婚了，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。我只有你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别不需要我。要是自然需要舒大人，这不一样。妖氏的舒大人，应当公私分明。我会继续担我的职责，大人不必忧心。至于其他的，我自会整理好。如此便好。毕竟18年来，你我最为默契。也得不到他，他不是你的。要这般模样了，就别再对我指手画脚了。糟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还睡着呢，赶快叫醒，赶快叫醒！二娘子，二娘子，二娘子！晨儿，别睡了，今日可是你大婚呐！是我大婚，又不是您大婚，着什么急啊？你这像什么话呀？整日里胡说八道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大婚呐！二娘子，哪家娘子像您这样的，大婚临了还这么慢吞吞的？是啊，哎呀，赶快叫他起来打扮打扮呐！我到外面忙到去了啊！是，国公爷。哎，二娘子，你那边，哎，别！
小茱萸，你为何不躲？四哥，这是何意？这是习俗，你得乖乖挨打才行。给个面子，好歹装一下。原来如此。打！我怎么感觉他在羞辱咱们呀？打！打什么打？剪影随寻香满屏，门庭之夜的轻音，寄相思韵律。可借着海烟和情，聊表我柔情。而那句心悦君心，却羞于言明。与你的深情，我如有一夕光晕，目光所及都残如洗。此生岁月以你为名，是我的笃定。纵流水无尽，也请随你穿行。山月里，你是我负今生的来意。这又是在做什么？这是等坠花呢，这你都不知道？我又没成过婚。这婚礼当日啊，新娘的闺中密友需要帮忙完成婚服的最后一步，在新娘身上坠花，以示美好祝愿。不对啊，五二除了咱们还有别的朋友吗？还是女的？这名门闺秀皆不愿同这清河县主有牵扯，娘子又何必搭上自己的名声去为他解围？可是他救过我。年幼时结怨，如今争斗多年，也算是时过境迁。今日有人敢壮着胆子同你成婚，我自然也要来贺一贺。我说吧，得知有喜，我们如意楼当然也要来沾沾五二娘子的喜气。县主，我们继续吧。转席，传席接待，代代相传。
连年，吉辰已到，新人入门。结发为夫妇，恩爱两不疑。一拜。再拜。你究竟何时喜欢他的？或许是在他说女子圆满不在姻缘的时候，又或许是我再离经叛道，他都能理解我、包容我、陪我胡闹的时候。你笑什么？无事，只是突然觉得真好。在妖世，我是半妖之身的怪物；在人界，我又是行尸出阁的纨绔。只有在他那儿，我是武真，无需解释，更无需改变。小猫，我只愿你别同我一样，落得一场空欢喜。我眼下喜欢他，就不想总去担心以后的事情。纵使有一日相看两生厌，我也能接受。三拜。如此光风霁月的小郎君，自然讨人喜欢。可他的生活太冷清了，我让你们照顾他，也只是想让他暖一暖。我这次长安相见，我发现小师兄你与过去不同了。或许是因为夜里太冰凉，所以想拥有一道光。还请各位师兄成全，与我娶她为妻，相守100年。长息宫规，若弟子想脱离长息宫，皆须进入白夜阵，受白夜神鸟穿体之刑。那只狐狸精有什么好的？它真的值得你牺牲这么多吗？它值得。我曾以为此生之念不过是为了查清旧事，斩妖除魔。直到我遇见了他，我终于对日后有了贪念，有了欲望。人有欲望，才能过得活色生香。小郎君，想做什么便去做。所以我想
他值得我这么做。罗锦，水库这一路几何处依靠？迷雾山流，相伴天地唐瑶，情浓处看相思红桃。隔锦逢春月，从此送宜家。拜托。怦然理会诸位放心，标示之事不可与凡人说，乃是规矩，一如既往。为人所经历的，我也愿意经历一次，体验一番。斩妖除魔，去邪归正，仍是我心中所念。只是我有了在意之人要保护。李成。你也不用一直看着我吧。二娘子，大婚当日还是得规矩些的。若是失礼，不说旁人眼光，便是新郎也要看低你2分。他不会的，放心吧。我大抵会是这长安城中第一个被困死的新娘吧？自然是。长安城其他娘子夜间可都是在家中好好睡觉的。干了！李四郎这是去哪儿了？方才吐得一塌糊涂，正在厢房休息。可不是，新郎官的酒啊，都被他请着喝了。娘子，干杯！柳娘子，柳娘子，原谅我的娘子。没死，你给我起来！柳娘子，自少时我就心目于你，到现在也有10余年了。柳娘子定是心知肚明，可为何之前屡屡回避我？不过还好，你我总算修成正果了。梅四郎，你这是喝了几壶啊？醉成这样！娘子，你我历尽艰辛，终于拨云见日。走。
办事。韦小四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大家吃好喝好，你们的祝福，夫妇二人都收到了。不对，是妖怪。办大事儿，柳娘子，柳娘子，他已被妖怪附身，必须将妖从他体内驱逐才行。娘子。这柳娘子还真下重手啊！快找人来看看梅四郎啊，可别砸出个好歹。二娘子，夫人，新娘子怎么站这么高啊？我白天也有法术了，终于变成全妖了。我儿没事吧？我不会让他有事。哎，醒了醒了，珍姐醒了。哎，来，可有不是？小竹鱼，你真神了！说珍姐半个时辰会醒，就真醒了。你怎么看着这么凶啊？你方才命都快没了，他能不凶吗？你们这一个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伯父，我喝大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便已经在外面了。我就是做了个梦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方才宾客都有点受惊，我去打理一下。哎呦，自家的夫人刚醒，这他去打理什么呀？爹爹，啊，珍儿啊，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啊？哦，之前呢，我在土地庙寻得一秘方。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那就麻烦爹爹给小四也备一份。没问题啊！你等着，你们等着，没问题。珍姐，你要想把武伯父支开，也不用编这么瞎的理由吧？我就想不明白，我一个凡人被控制就算了，你一个妖怪头子也能中招啊？这小妖竟在我大婚之日动手，这一局必须扳回来。本该夜间才悄然出现的梦中妖，竟在白日里面入了梦，还是在人群聚集之处。此事定然不是巧合。你怎么来了？师哥，什么时候到长安的？刚到。掌门让你下山了？那不是，当然是我聪明跑出来的。
师哥，你知道的，山里我待不住，没想到一来就撞上师哥你大婚。本来想着买一屉包子给师哥你贺喜，谁知道看到师哥你急匆匆的跑出煤宅。师哥，你逃婚了？今日长安有一小妖，扰乱了婚宴，还差点伤了我夫人。啊？那可有眉目？此妖非常顽劣，缥缈不定，喜欢进入他人梦境，驱使他人化梦成真，完成心中牵挂欲念之事。听着这么棘手啊？也不算棘手。师哥，你要干嘛？去找那妖怪。我同你一起去。那你不得多话。好嘞。不过，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个什么妖？梦中妖。此妖原本只是喜欢窥探他人梦境，而后发现生灵真正的欲望往往存在于梦中，所以常常先潜入梦中，再对其进行控制。这妖怪以梦中精气为食，越长越大。虽然目前没有伤及性命，但这也都是早晚的事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引蛇出洞，顺藤摸瓜。这妖怪屡屡得手，正是贪得无厌之时。今夜必会现身。这梦中妖既喜欢做梦，咱们就给他造一个。可这梦要在哪里造？所有被入梦者分属长安的7个方位，如今只有东南没有案发。东南向有一处再合适不过，今夜我必定把它收回有时。终有一日，我要让这些妖怪在长安永远消失。